先从一个140年前的故事说起。1884年，英国神学家埃德温·艾伯特写了一本叫《平面国》的小说。这本书在豆瓣上评分高得离谱，但你大概率没看过。故事很简单，假设世界上只有2个维度，长和宽，没有高，那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全部都是纸片人。他们有头有脚有眼睛，但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一条线，没错，一条线。他们看彼此，就像你看一根正在向你走来的电线杆，最开始是一个点，然后越来越长，但永远只是一条线段，永远不知道什么叫高度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诞，对吧？说我自己的眼睛骗了我，开什么玩笑？我眼睛好好的。但你往下听，人的眼球后面有一块视网膜，视网膜是干什么的？说白了就是一块感光的幕布，外面的光打在这块幕布上，形成一幅画面。但这幅画面是什么维度的？是2维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眼睛本质上是一台2维扫描仪。不管你面前站的是彭于晏还是一座山，在你视网膜上留下的都是一幅平面画。你的大脑拿到这幅画之后，通过阴影、遮挡关系和透视关系，脑补出了一个3维的立体感。这就像平面国的纸片人，他们的大脑也能从一条线的粗细变化里脑补出一个东西在靠近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人类在感知真实3维世界这件事上也是半个瞎子。我们的眼睛本质上只认识2维，只是大脑给2维画面加了一层立体特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连3维都看不全，凭什么就认定世界上只有3维？凭什么就肯定没有第4个方向，一条同时垂直于长、宽、高的新直线？这条线就是第4维度的入口。4维到底是时间还是空间？一说到这里，很多人要举手了。你说的第4维，我知道，就是时间。这个误会大了。爱因斯坦替时间背了100年的锅，现在我来替他解释清楚。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，1915年又搞出了广义相对论。它的核心贡献是把时间和空间给绑在了一起，创造了4维时空这个概念。在这个框架里，时间确实可以作为第4个维度来使用。你的位置不再只用3个坐标来描述，而是用4个。你在哪里？你在什么时候？但这和我们要聊的第4空间维度不是一回事。我们要聊的是一条物理上真实存在的空间方向，和长、宽、高一样实在，只是我们的大脑从来没见过它，所以无法想象。我来试着描述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你的大脑短路30秒。想象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东西方向，有南北方向，这就是2个维度。现在想象往上看，天空，这是一个维度，也就是高。现在我请你再想象一个新方向，这个方向既不是上下，也不是左右，更不是前后，它同时垂直于这3个方向。你想象出来了吗？没想象出来，正常，这是因为你的大脑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。一条垂直于3维空间的方向，在我们的脑子里找不到任何对应物，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，无论你怎么给他描述红色，他都理解不了。但数学告诉我们，这个方向是存在的，
而且是可以计算的。你可以在纸上写下一个坐标系 ，X 轴、Y 轴、Z 轴，然后再加一条 W 轴，4条线两两垂直，这就是四维空间的坐标系。数学家管这个叫欧几里得四维空间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虽然画不出真正的四维空间，但我们可以用数学描述它，可以用投影看到它的影子。就像平面国的纸片人，虽然走不出那张纸，但他可以通过研究三维物体投下的影子，来推断三维世界的某些性质。我们也是如此。第3幕章，全知全视，四维视角下的恐怖体验。现在最刺激的部分来了。如果你的大脑突然升级，突然能看到第4空间维度，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？用一个词形容，透视眼。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透视。普通人的透视是能看到墙后面的东西，但四维视角下的透视比这个恐怖10000倍。我们来一层一层拆解，你到底能看到什么？第一层，你能同时看到一个物体的所有面。普通人看一个立方体，一次只能看到3个面，前、左、上。剩下的3个面在后脑勺方向，你永远看不到，除非你绕着它走一圈。但四维视角不一样，当你从第4维度的方向往下看3维世界，你就像站在了整个宇宙的上方。你看向一个保险柜，不仅能看到它的正面、侧面、顶面，还能同时看到背面、底面、内侧，6个面同时展开，没有遮挡，没有死角。这不是想象，这是数学。想象一个3维球体穿过一个2维平面，在纸片人眼里，球体最先出现的是一个点，然后越来越大，变成一个圆，最后越来越大，到一定程度之后又开始缩小，最后消失。纸片人永远看不到球的里面，因为它没有高度这个概念。但你能看到，因为你能俯视整张纸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俯视3维世界，你不仅能看到物体的表面，你还能同时看到它的内部。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2层，你的眼睛变成了人体 CT 机。当4维视角开启，你看身边任何一个活人，都像看一个解剖图谱一样。你能看到他的皮肤表面，但你同时也能看到他皮肤下面的肌肉、血管、神经，甚至他今天中午吃了什么饭，正在哪个器官里消化。他的心脏在跳动，你能看到血液是怎么从左心室挤出来，顺着主动脉往上走，再分流到大脑和四肢。这个画面，说真的，既是医学奇迹，也是心理挑战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开头说你的隐私在4维视角下不存在了吧？不是因为有人偷看你，是因为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一本打开的书。任何一个人，只要有了4维视觉，它就是你的人形 X 光机，还是那种能看全身没有死角的那种。第4章，4维生物的日常魔法。好，现在我们把4维视觉再往前推一步。如果一个生物天生就生活在4维空间里，它能在我们这个3维世界里干什么？4个字，物理外挂。先说穿墙术。一堵墙在3维世界里是密不透风的固体，墙的正面挡住了你的去路，你撞上去，鼻子出血。但对4维生物来说，这堵墙就像画在地上的一个圆圈。你见过有人跨过地上一个粉笔画的圈会费劲吗？不费劲。
因为你不在那个平面上，你站在圈的上方，跨一步就过去了。四维生物穿墙也是这个道理，它们只需要在第四维度上往上抬一点点，绕过三维的墙，再落回三维空间。整个过程，它们根本没有穿过墙，而是绕过了墙。整个墙体对于它们来说，就像一个闭合的线圈，你可以从上方跨过去。这不是玄学，不是特异功能，这是纯粹的维度差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物理学家甚至算过，如果真的存在四维空间，那么三维世界的很多物理规律都会改变。比如，引力在四维空间里传播，距离每增加1倍，强度会变成原来的1/4，而不是我们三维世界的1/2。如果引力是四维的，行星的轨道会和我们观察到的完全不一样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观测到的行星轨道和牛顿力学高度吻合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引力至少在我们能感知到的范围内，它就是在三维空间里传播的。至少在太阳系这1亩3分地，四维引力通道没被打开过。再来说隔空取物，难度高一点，但本质相同。你拿一个橘子，它的果皮把果肉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在三维世界里，你必须刺破果皮才能把果肉取出来。但对四维生物来说，果皮只是一个闭合的三维曲面，就像一个气球。你不需要扎破气球，只需要从第四维度的方向伸进去，直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整个过程果皮完好无损，橘子皮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这不是偷，这是降维打击。最后来说一个更诡异的，左鞋变右鞋。你拿出一只左脚的鞋，放在四维空间里，沿着第四维度翻转一下，再放回三维世界，这只鞋会变成右脚的鞋，镜像对称，完美贴合。鞋子的每一个细节都翻转了，鞋带扣的方向，大拇指的位置，鞋底的纹理，全部镜像。这在三维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，除非你把鞋扔到镜子前面。但在四维空间里，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真实操作。所以下次有人跟你说某某人干了什么不可能的事，你就可以说了，你那算什么？有本事把左鞋变右鞋试试。第5章，我们能在三维世界制造四维物体吗？说完四维生物能干什么，我们来说说，反过来，我们能在三维世界里造出四维物体吗？答案是能造它的影子。先说超立方体，你可能见过这个东西，在漫威的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里，奇塔瑞人用来装空间宝石的那个宇宙魔方，本质上就是一个超立方体，也叫 Tesseract。 它的样子是一个大正方形，里面套着一个小正方形，两个正方形的顶点两两相连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不断向内延伸的笼子。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，你在图片上看到的超立方体不是真正的超立方体，而是超立方体的投影。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，你有一个铁丝做的三维正方体，你用手电筒照它，把影子投到墙上，墙上出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大正方形，里面套着一个小正方形，两个正方形的顶点也两两相连。你看，这就是三维立方体在二维世界的投影。你数一数，墙上的影子有8个顶点，12条边，6个面，和真正的立方体一模一样，
只是被压缩成了平面。超立方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是四维的立方体，我们没办法直接看到它，只能用类似的方法把它投影到三维世界里来。你看到的那2个嵌套的立方体，就是它在三维世界的投影。在真正的四维空间里，超立方体有16个顶点，32条棱，24个面，全是立方体，不是正方形。它们每一个角都是4个立方体相交的地方，每条棱都是4个面交汇的地方。这在三维世界里根本画不出来，因为我们的纸和屏幕本身就是三维的，放不下4维的几何结构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已经在实验室里用物理方法造出了准晶体，而准晶体被数学证明其实是4维晶体在我们三维世界里的投影。1982年，以色列物理学家丹谢赫特曼发现了准晶体，这个发现太反常识了，科学界花了10几年才接受它。后来数学家给出了解释，准晶体不是三维周期结构，它是4维晶体在三维世界的投影，就像墙上那个正方形套正方形的影子。它不是真正的三维物体，但它真实存在。谢赫特曼凭这个发现拿了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。你看，4维几何连诺奖都拿过。再来说克莱因瓶，这个东西更邪门。你在网上能买到克莱因瓶，几十块钱一个，造型是一个扭曲的瓶子，瓶颈从瓶身里面穿出来，和瓶底连在一起。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，你买的那个是残次品。真正的克莱因瓶必须在第4维度里实现瓶颈和瓶底的连接，瓶颈不能穿过瓶壁，只能穿过第4维度和瓶底相接。我们能在淘宝上买到的克莱因瓶，瓶颈和瓶身是相交的，物理上穿过了瓶壁，这在三维世界里不可避免。但真正的克莱因瓶在4维空间里，瓶颈和瓶身是完美衔接的，没有任何交叉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真正的克莱因瓶没有内外之分。一只苍蝇可以从瓶子的内部直接飞到外部，不用穿过瓶子的表面。你往里面倒水，水会不断流进去，但由于没有内外之分，水永远也装不满瓶子，或者说流进去的同时也在流出来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拓扑学的基本结论。克莱因瓶是一种不可定向的曲面，它没有边，没有内外，是一个闭合的自相矛盾的几何体。在三维世界，我们只能制造它的残次品，真正的克莱因瓶只存在于4维空间里。第6幕，不可名状的降临。如果他们看着我们，好，现在我们来聊一个让人睡不着觉的问题。如果真的存在4维生物，他们来到了我们这个3维世界，我们能看到什么？答案是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到，或者说，我们只能看到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凭空出现和消失。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解释，想象一个3维的球体正在穿过一个2维平面。对于纸片人来说，他们会看到什么？最开始，他们看到一个点凭空出现在纸面上，这个点慢慢变大，变成一个圆，圆越来越大，到最大的时候，直径等于球体的最大截面，然后圆开始缩小，最后缩小成一个点，消失。在纸片人的世界里，这个球从来没有进去过，
它只是凭空出现、变大、缩小、消失。它们看不到球的全貌，因为它们被锁死在二维平面上。我们就是那个纸片人。当一个四维物体进入三维世界，我们能感知到的只是它在三维空间里不断变化的那个截面。球体穿过平面，对应的是一个三维物体穿过我们所处的空间。我们在三维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东西凭空出现，由小变大，再由大变小，最后消失。全程没有任何进去或者出来的入口，因为它走的是第四维度。如果这个四维物体是一个活物呢？你看到的画面会是这样：一个东西凭空出现，可能是某个不规则的几何体悬浮在半空中。它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因为它的形状在第四维度上不断变化。你看到它的一部分在膨胀，另一部分在收缩，同时它的某些部分似乎消失在空气里，然后又从另一个位置冒出来。它可能一会儿看起来像一团内脏，一会儿看起来像一个扭曲的金属环，一会儿看起来像一个不断自我吞噬的甜甜圈。你想伸手去摸它，但你的手伸过去的时候，你的手指尖会先消失，然后又从它的另一面冒出来。这不是恐怖片，这是几何学。对于一个三维生物来说，遭遇四维生物的感觉大概就和遭遇克苏鲁神话里的古神差不多。你不是被杀死，你是你的大脑先崩溃了，因为你的视觉系统根本没有处理四维信息的能力。你看到的东西在你的脑子里拼不成任何有意义的图像，就像让一个色盲去辨认彩虹，他只能看到一片混乱的光。最后说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收尾。弦理论告诉我们，宇宙可能有10个空间维度加一个时间维度，一共11个维度，其中3个空间维度是展开的，就是我们熟悉的长、宽、高，还有7个空间维度，蜷缩在一个极微小的尺度里，小到只有普朗克长度那么大，大概是1.616乘以10的-33次方米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比一个电子还要小几十亿倍，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它们，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。也许第4维度就在我们身边，就在你的卧室里，你的枕头下面，你的身体里面，只是它蜷缩得太小了，小到我们所有的感官都探测不到。也许此刻，就在你听这段话的时候，有某种更高维度的存在，正从第4维度的方向往下看着你。它看着你的五脏六腑，看着你的每一个细胞，看着你的骨骼里的每一颗原子。它能看到你的全部，而你却对它的存在毫无察觉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物理学的推演。我们人类用数学证明了高维度的可能性，我们用准晶体证明了高维度投影在3维世界的真实存在，我们用弦理论证明了宇宙本来就有11个维度，我们只是没有工具去看它们，没有器官去感知它们。